进党铁杆支持，你们真的是错爱，水恶水全部都在水源保护区耶，奇怪，办案归办案哦，不处理耶，你就继续堆在那里啊。那请问一下，高雄陈其迈是睡死了吗？国民党每次党内选举就伤了和气，主帅没有口出恶言之下哦，有时候这个横都要报几年才要平复，所以大家来一场君子之争，国民党已经经不起这样折腾。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大家真的期待在野党硬起来，那最大硬起来就是党团一轨，党中央一轨，那这个双轨应该是齐头并进。那有一些议题确实，比如说现在国民党把脸书、把翠、把莱尔校长这 IP 都做起来了，可是感觉可以更好，因为民进党是真的很紧密。但民进党一个下令，柯志恩是大峡谷案的凶手，就全党，对他们中央厨房非常对。那国民党这部分的话，要怎么来做另外一个重大的组织结构的调整？这个才是一个政党它的高度跟它的格局是有关系，而这个高度跟格局，最终这个政党在对大选发起冲击的时候，它的大脉络是有很强的基底托底效应的，就是我这个政党我是有宏观跟格局，我是准备好治国的。因为我们的邻近国家，比如说韩国内政非常严重，可是韩国的政党他们对宪法、对宪政层级上进行很激烈的攻防。日本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自民党长期执政，他的在野党，比如说民主党这些，他们为什么长期不能执政？我自己的个人观察，其中原因就是这些在野党的气度跟他的格局就很低，所以常常就算自民党支持度再烂，现在都已经长期就3成左右，可是你在野党没办法联合起来，因为你没有一个更高的宪政的格局的东西做托底。这个东西尤其对国民党130年大打，我觉得应该有更宏观的格局。大家会期待国民党有没有办法提出一些相应的论述，因为现在最大问题，民进党不断送垃圾进来，然后国民党只能不断把垃圾丢出去。这又回到不只是党主席，其实还有总统候选人，他可能也要去想的。当然我们很多次的选举都受惠于民进党实在太烂，而有利于我们那一场的选举，所以它变成没有宏观性。那老蒋对我们政治人物做的比较是揭弊，让民众感受到在民进党执政下到底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这几年我比较关注在媒体的部分，你没宣费，你给詹利民事我也没有意见，但是当你过度的集中，你已经排挤到其他人，而且因为你长期喂养特定的媒体，而这个特定的媒体就为政党所用，不管政府为非作歹都没有问题，所以这就变成说我们在做什么样的论述都非常非常辛苦。所以到现在网络都还有人在酸我说我打到自己人啊，因为我当时去打三立拿多少钱的标案，民视拿多少钱的标案，我就整理给你，你才会赫然发现原来这么多有10几亿。因为老实说，并不是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敢得罪媒体。你今天就算蓝营的政治人物，很多人也不敢得罪三立民视啊，我说他们的坏话，他们来骂我，他们来修理我怎么办？可是三立民视尤其在选举的时候已经太 over 了，所以这一块现在慢慢我们的党团在没宣费的部分已经有高度共识，所以现在我觉得有一些成果了。但是对于整个在野党，你光是做这些是不够，因为这些老讲他某一个程度还是在做揭弊。那当然对于国民党的困境就是说，其实王宏威很强，但问题是有没有人可以跟上。那对国民党来讲就资源有限嘛，怎么样去分配，逻辑是一样的。因为刚才宏威讲到我要揭弊，这揭弊其实只是堆积执政，或者在堆积一个对国家更大的一个论述的一环。国民党其实有2个最重要的单位，一个就是党中央，另外一个就是国民党党团。这2个单位是所有大的公共政策推动的2个双轴心。那这个双轴心是不能我想到什么推什么，而是要有一个比较强而有力的论述。比如台电1000亿我要不要继续挡它，当时我有拜托党中央可不可以做一个民调了解一下，因为当时我们都是在被大罢免，了解一下各个不同县市分布，因为我们有一些立委对于要不要继续卡那1000亿是有疑虑的。那我能够理解，可能他的选区工业区很多，中小企业他会来跟你反映，干嘛卡人家1000亿，那我们换电价上涨怎么办，不要害我们这样子大家都活不下去。这时候这个立委他就有这个压力来了。可是我们最后要做出一个一致的决定，所以任何一个重大的公共政策，我都认为第一个要有民意的基础，第二个你决定的过程一定要有相关的论述，因为你不要小看民进党，民进党超级会带风向，他们超级会造谣，他黑的都可以讲成白的嘞。你看他现在美浓的大峡谷，现在都把它讲成说好像是柯志恩弄的，杀死帮主，结合这些杀死业者地主，然后搞出一个奇
己，你看他们竟然可以指鹿为马，颠倒是非到这种地步。所以当我们碰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因应是未来国民党我们要有更多新力的公共政策，但是你一定有很强而有力的 backup。 这里面真的是很关键，因为在这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这种议题的攻防，尤其现在它更仰赖的是网络上面的风向，网络上的风向会带动马路上的讨论，然后马路上的讨论最终它会回馈到整个国家的一个舆论的场合的变化。而这里面很重要的是，你每一个议题你都必须要有一个对应的说法。比如美浓大峡谷的事情，民进党是全党从上到下就定调凶手是柯志恩，然后柯志恩自导自演挖了一个大峡谷再嫁祸给民进党，好像执政的是柯志恩，这是莫名其妙啊。所以我看到吴征发这个时候，我简直傻眼了。我想说，哇，民进党你确定要这样玩吗？当然青鸟又是呼应，因为青鸟30就是铁板一块。我真的觉得民进党的这铁杆支持者，你宠坏了民进党，宠坏了赖清德，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子有恃无恐。尤其台南、高雄的民众，所以他们才会风灾会那么离谱啊。2个月还救灾，怎么我们是偏远到非洲去了，是不是？台湾就这么小一个，偏远到通讯1个月不能解决，偏远到屋顶1个月没有办法解决，偏远到路灯1个月还在那边会断电，这到底是什么世界？高雄也是如此啊，最近脏水、恶水全部都在水源保护区。他说柯志恩不是因为你检调办案，检调早就办案，马头山也是一样哦，其实检调2月份就办案没有错，到现在超过半年都在那里。奇怪，办案归办案哦，不处理你就继续堆在那里啊。那请问一下，高雄陈其迈是睡死了吗？民进党做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国民党政治人物身上，早就以死谢罪100次都不够了。这么爱他的这些群众，你们真的是错爱。那么现在说完之后，不是不办哦，不是这样的哦，是长期监控哦。最后一点时间，党主席选举。目前传出最新消息，可能赵少康不选，郝龙斌会选，周五要领表。看起来是郝、郑丽文、罗智强再加张亚中，另外傅昆萁走到看起来也是不选了。那你觉得现在选举情势怎么样？还有一个重点，每次国民党党内选举很容易就伤了和气，然后为了要修复那个裂痕，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其实朱主席这一次上台前面花很多时间就在干这件事，那个裂痕到现在邻里人都知道，也没有完全的解决。我已经讲很多次，第一个，每一次的党主席之争呢，如果很多组人选的话，我通常不介入，因为我真的很怕党内互打。其实国民党支持者有时候最痛心的就是说你们不够团结，像我们这次罢免，这大家都非常非常团结，所以如果太多人选举，我是希望大家尽量不要攻击或口出恶言，因为难免都会有裂痕。而且老实说，你即便主帅没有口出恶言之下，有时候这个裂痕都要报几年才要平复，对不对？所以你常会看到有什么反某某派系、反某某团体，你都觉得为什么反他呢？你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反？其实就是前一次选举所留下来的后遗症。他可能这君子报仇3年不晚嘛，对不对？就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裂痕。那我觉得国民党已经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我们现在的状况，3位再加上张亚中老师，我不晓得卓博院县长他会不会也选到底？应该会哦。那之前还有好几位嘛，我不晓得最后会不会领表。那所以大家来一场君子之争，如果大家都要选到底的话，但是非常重要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的论述除了是跟对党内之外很重要，还有对于党外，因为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它就是一个党员投票选举。那大家也知道我们的党员现在好像是40万，那真正会有投票的也是一半，因为党员很珍贵，到现在为止对我们不离不弃。可是如果你只是对党员讲话，但是你在讲话的时候，党外支持偏向浅蓝的、偏向中间的人也都在看，这些的光谱还是占绝大多数。所以在选举的过程里面，除了对党员喊话之外，某一个程度其实其他党外的人也在看，所以我觉得论述还是非常重要。我比较建议是不要因为是党员之间的选举，让你的方向感啊，或者你的论述变得比较偏激，那反而会对整个党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我想这个关键还是在于说，第一个如何选的漂亮，有讨论到问题的实处去，然后进而借由这个选举，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创造讨论协商的凝聚共识的机会。其实这次是有共识嘛，大家共识就是卢秀燕如果要选，大家都不选，那如果卢秀燕不选，那大家都会来参加，另外呢就是尊卢嘛，就变成这一次的共识是这样。那我觉得这是跟过去还是比较不一样，那就祝愿国民党可以好好的选，因为我们一般老百姓像我们都不是党员，更没投票权，希望的是强一点的国民党，强一点的民众党，强一点的在野党，好好的把民党给换掉，就这样子。2028政党轮替最终目标。